这个设计师真鸡贼呀！怪不得说它和合体没有什么关系呢，它变的是一个合体的武器，握在手里的一把枪。啊！来吧，新玩具，亿万天开出品的054A 护卫舰后翼，造型方面来说做的还不错吧，整体的身形匀称度还可以啊。名为后翼，武器也是用前边的船舷做成了一把大弓的样式，效果还是可以的，挺帅的。当然，把它一分为二掰开，我们也是可以插在后边，当成一个翅膀。包括船舷炸开的这个样子还挺帅的，中间的连接杆是合金键。武器方面，2把小匕首，透明键的材质，靠手指的握力握在手心。另外还有一块盾牌可以卡在胳膊上，上面也写着后翼054。来看细节，头雕做的其实还挺漂亮的，层次感的分镜和涂装也不错，但就是太高达味儿了。其实我个人感觉啊，现在国模的这些产品设计都不错了，头雕的美工方面如果做的再个性化一点，会更好一些。胸口部位是整个剑桥堆叠起来的，这回的变形模式也是把这个剑桥从中间分开以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造型设计。手臂和肩甲上装饰着雷达，而且并没有任何的透胶空洞，盖板堵的这些地方都很严实。关键的位置都用了合金零件，在变形过程中，肋部这里做了 V 字外扩，让这个倒三角呈现的很有感觉。但这里锁着最后的2个钩子啊，摆在这儿挺碍眼的，并没有隐藏起来。腿部整体的装饰造型，机械感也很不错，包括从后面看也没有什么暴露的地方。后背的背心处还专门做了一个零件的翻转刻画。里边的连接杆这里也是合金零件，包括胯部根部的转轴也用了一个合金盘子，核心也都是用合金来支撑，这一块也是合金零件，主要是为了加强它的稳定性吧。腿部的前踢、侧踢都完全不会阻碍，但是后踢因为胯部轴设计的问题，所以只能踢10几度。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膝盖也能折到很大的幅度。腰部360度旋转没有问题，同时独立的弯腰关节。头部旋转虽然做不到360吧，但转动摆造型够了。球形关节点头抬头也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肩膀合金关节双段举起来很高，二头肌可以旋转，屈臂也能达到90度以上，手腕可以旋转。棉手套式的食指活动，下面3指连在一起，双段关节，大拇指根部一段球关。所以这款后翼该有的一些可动性还都是有的，摆一些造型压力也不算太大。那么我们直接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其实理论上这一块前边的船头是可以一体变形的，但还是建议把它拆下来。翻到下边，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武器插在这儿，待会儿再说。2块结合在一起，注意这下方是燕尾的滑槽。开下盾牌的7形挂钩，翻折进去，180度对折。小臂的变形，拳头一定要收纳到这个样子，大拇指在4指的上方，打开这个盖板，拳头180度内翻。卡好，肘关节 Z 字，把合金的零件放进去，这块稍微的折一点点角度，盖好。拳头必须得这么变啊，不然的话随便换一个指头的造型，这块都收纳不进去。90度立起来，我们先转一下，放在这里备用。先翻折到背包，把这一块立起来，侧面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卡子，抠开。把中间的合金杆解锁开，往上翻，然后再盖住里边的插扣定位。红色的零件 Z 字双关节往内推，我们把中间这里黑色的零件拉出来，拧180度，贴回去。肋部炸开的这个 V 字往回收，夹住，翻到前方来。脖子下方有一个插扣，卸开，里边的双关节提起来，往前翻，打开这一片，
左右这里腾开空间，翻开这个片儿，从里边再把另外的一边翻出来，脑袋顺势180度收进去，这块盖板再盖上。旋转过来，我们看肩膀，横折90度，180度立起来，然后顺着这一块翻正，又一个双关节搓到上方。这里继续的旋转贴平，把这一面完全的扣合，胳膊往内收，和这里拼齐，里边再双关节翻出来，包在这里。这块的空间还是挺紧张的，我们再看一次，先转90度，转过来以后，你这个空间才不阻碍。往前提，提上来以后再转90度，往过旋转，同时把上面的这一片贴合好，然后顺着根部的双关节再翻起来，胳膊往下折动，让这个弧线贴合起来。里面的窗户双关节再翻出来，扣在外侧，挡上。这个时候把中间里边所有的插扣结合在一起。底部的合金轴整体的上贴，嵌到位。这里旋转一下，进行一个夹扣。这里的2个插扣再进行定位，扣合。上半身变成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其实最难的是腰部的这一块的，前方这一块零件掀开。注意看中间是锁定的2个扣子，以及藏着这2个泡的口。裆部下方结合的挂钩抠出来。依旧老规矩，左右劈胯，折叠。这一块在旋转的过程中特别的难转，空间给的不够，所以旋转起来会很紧张。我们先把这一侧打开空间，稍微的掰一点，这块撇过来。先转一下，然后把腰部拧个180度，这面会扁一点点，也只是一点点。接着带过来的同时，这儿还有一个边缘，别把这个边缘卡住了。转到这个方向，再带着它去旋转。好。这样就让下半盘的左右旋转带着这2个边儿，把它顺过来。哇，这一块其实我跟设计师说过，你这块设计的有问题啊，空间太紧张了。其实它腰部本身就有一个独立的弯腰关节了，能不能说做成那种 Z 字的下托，就可以把腰部拉长？你这块拉出来了，这块就好解决了。所以这一块的旋转是本次样板最纠结的一个地方，大货的时候这里会修改的。前裙甲归位，膝盖装甲 Z 字上贴，根部这里有卡扣插上。小腿的变形，先把这一块零件180度贴过来，这一片再翻折过去。脚丫子根部这里打开，尾部这里翻起一个小挡肉片，然后进行一个180度的翻转，把这只脚包到这个空间里面去。打开这一块装甲，下方的红色板件打开，180度从这里边掏过来，然后再把这一块立起来，放平。盖板双关节翻好，这里再进行结合。注意脚踝的双关节这个合金转轴啊，进行一个 Z 字的上提，再结合，扣住。下边这里再归位，这块往后贴，变成这个样子。它有一个隐藏的模式。把这块卡在船头，把盾牌夹进去。好吧，整理一下，
哇，这个设计师真鸡贼呀！怪不得说它和合体没有什么关系呢，它变的是一个合体的武器，握在手里的一把枪。啊，原来你是这么玩的呀！说是枪啊，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弓弩。好吧，我们还是把它变成船吧。把这一片裙甲翻折过来，注意下方的插扣位置和隐藏的插点。这里是一个燕尾的卡榫，双关节折叠，把扣子插上。这里的燕尾插槽定位，裙甲中间往下翻折，然后把这一块盖上去。插扣定位，卡住。上方的雷达旋转180度。刚才费了9牛2虎之力转过来的这一块，左右各一个扣子，再插住。摇钩再全部锁起来。唯一可惜的就是2把武器啊，这里需要再插拔，换个扣子放进去了。如果这里能做一个伸缩滑道，那就更好了，就不用往开拆这个船头了。我们再通过这里的插扣把它放回来。还有一个小的细节，翻正。小窗户的刻画和上面的舱门、顶部的雷达、发射单元以及后方这里的细节。小停机坪上还有它的编号，下方的螺旋桨都是可以旋转的，船底也是不会暴露任何空洞。唯一就是可惜在舰船形态下，这个盾牌就没地儿收纳了。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款054A 后翼的全部变形过程了。亿万天开的产品在做工和材质上面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在舰船形态下，因为是拿到了正版军工授权，所以造型方面做的会更加的还原。但目前的样板阶段，身上有一些缝隙拼接的还不是很严丝合缝啊，我觉得主要也是在卡扣的一些松紧度以及上了漆以后产生的一些生涩感扣不到位。还有就是腰部这一块，这个装饰零件的上下翻转给的空间太局限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要修改的地方。设计师也跟我说了，他将来大货的时候这一块会找一个更好的方法，让变形更加顺畅一些。总体来看的话，变形难度并不复杂，舰船的玩具也是避免不了片片包裹的一个设计命运，但最终完成的效果非常的不错。而且作为一个主打合体的系列，这一款的推出一开始还让人挺意外，为啥单独出个它？但拿到实物你会发现，原来它变的是一个武器，瞬间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哦呀，不愧是这个设计师，太鸡贼了！而且我个人来说，上手把玩的一个感觉啊，最后舰船的完成度，包括它最后的包裹方面，这款后翼是要比前面推出的刑天和祝融都要完成度高的。虽说它的个头会更小吧，但我很喜欢胳膊这一块的设计啊，完全的收纳起来，这一块前方的窗户还能刻画的如此精致，这一块的处理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整个胸部的一个刻画，把这块完全的拆开堆叠起来的那种层次感也很高级。所以身上该修正的地方，我们最终还是要看大货出来以后的素质如何。那这一款后翼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得嘞，今天咱们就先玩到这儿吧。